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啊，其实美国对这一次的军演没有多谈太多东西，除了是想要降温之外呢，他似乎也是有点自顾不暇因为呢，他现在在忙着打委内瑞拉啦。结果呢，现在秘鲁萨满2026年的预言曝光了，怎么说呢？这个是秘鲁的首都利马呢，他们举行了1年1度的迎新年仪式，就是这个萨满焚香祈祷。结果呢，也在这个焚香祈祷中呢，去预言国际走势，向多国领袖的未来的命运来做预言。结果呢，他们预言称了，说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冲突会急剧升温，恐怕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呢，中俄可能去帮助美国，而川普可能会生重病，所以说美国要做好准备。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川普还是一直在攻打委内瑞拉吗？他甚至是首度承认了，已经去攻击了委内瑞拉的港口。好，川普谈到美方呢已经锁定一处大型工厂设施，表示呢运毒船就从那里出来的，还说2晚前呢我们把它摧毁掉了，自己承认说已经去空袭他们了。好，如果这个属实的话呢，那这就是川普政府军事施压以来首度对美国境内的陆上项目来采取行动，但是他也没有去说明说到底具体是击中了哪一些目标，也没有透露呢是由哪一个政府部门去执行相关的动作的。不过呢，川普暗示已经攻击了美国的大型设施，这2国的官员呢都是避谈的。那么美国的军方则表示说，现在没有相关的资讯可以对外说明。那么中央情报局跟白宫呢，也通通都拒绝评论。你现在真的是有空去攻击委内瑞拉吗？来看到自己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是不太好美国企业呢已经破产数创下了15年新高喽，尤其是制造业非常的惨。好，因为川普之前宣称嘛，说这个对等关税呢要为美国带来利益，但是在这个关税政策还有通膨升温的双重夹击之下呢，截至11月啊，很多的企业都破产了，而且呢已经流失超过7万个制造业职位了。那么许多这些破产的企业呢，恰恰就是川普声称要因为关税政策而得利的制造业的企业。好，而且呢，美国明年仅有1/3的企业呢是有招聘的计划的，66%是打算要裁员，或者是就不招了，维持现有的团队规模。近期呢，就包括了亚马逊啊，还有 Target 啊、UPS 等等的多家知名企业都去削减了白领的职位，这就加剧了很多员工的不安情绪，非常担心自己会失业，过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年。那另外来看到啊，补助也是白花了，很多的生活成本都增加，超市的物价也都失控了。川普的补助梦碎。这是 Politico 的调查说呢，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现在的食品价格难以负担，高达46% 表示呢，当前的生活成本是有记忆以来最严重的。而美国的食品价格暴涨的背后呢，让这个农业补贴已经沦为空谈了，引发了广泛的民怨。上半年的蛋价狂飙50%，那个超市的蔬果价格也失控。那么川普承诺的补贴梦就等于是化为泡影了，你补贴再多都跟不上这个通膨这也导致呢最挺川普的那些制造业工人甚至是农民现在是反倒是过得最惨的那一块。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在科技方面呢，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而且中国呢是急速的追上美国吗？好，中国的贸促会代表呢组团访美，当中呢有25家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国企业，通通都前去跟这个美国的苹果、惠普、美光等超过170家美国企业还有机构呢展开了座谈会交流。而这个前美国的商务部长在谈这个华为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承认了，说这个尽管美国前2届的政府都试图的想要去压制华为，但是华为他们不仅强势回归，还推出了技术含量更高的晶片，主要呢是得益于中国一套完整有效的产业政策，而且这个成效成果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挡不住华为啦。而且这个华为的董事长孟晚舟呢，也在谈这个2026布局。他说呢 ，AI 时代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了。好，他说呢，智慧化变革呢是华为长期的战略机遇。明年具体的主战场包括要强化行业垂直作战，
助力车企规模上量，还要加快 AI 融入通信网络等等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华为的这个鸿蒙5.0以上终端设备已经超过了3600万了。那么鹏鲲呢，已经发展了6800多家合作伙伴，还有380万的开发者。所以比起这个中国，美国在这个方面，包括了这个其他是制造业啊，或者是科技上啊，好像都没有办法追上这个中国的进展这么的快速嘛？请教赖教授。这一年来，这个美国的经济的发展跟川普原来的预想好像不太吻合哈。秘鲁的萨满他们的预言我们参考就好啊，因为未知的东西啊，我们就尊重啊。但是我觉得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想要攻击、想要发动战争，他目前来讲看起来是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保守啊。之前他用很大的军事动作，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庞大的军事动作，能够把这个马杜罗委内瑞拉的总统吓到，然后让他自己愿意下台保全生命。但是很明显的没有吓到，没有成功。这个没有成功使这个川普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就僵在那个地方了僵在那个地方。川普如果要大举的发动战争对委内瑞拉进行攻击的话，他也没有把握能够速战速决，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委内瑞拉拿下来，然后把马杜罗就抓起来，或者把他杀了，他也没有这个把握。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不发动攻击，那他的军队该怎么办？可是美军他们基本上来讲，在军事用兵派出去以后这个第一个军费的消耗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军队在海外征战不能超过6个月以上，因为到7个月的时候，军纪就开始呈现很不稳定的情况。所以美军有一种不沉稳的传统，他们基本上应该是沉稳的传统他们基本上是每半年就会轮换一次。他们当时在欧洲在中东的战场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现在这个军队已经派到那地方快4个月了9月、10月、11、12。还差2、3个月的时候，如果他还不下定决心，因为他已经从上礼拜说我马上要发动攻击了，到上礼拜也说我马上要发动攻击，到上礼拜还说，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发动全面性的战争。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的威信事实上也受损因为他一直说我即将马上要立刻要发动攻击，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这是不义之战。所以他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联合国也没有授权他，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还谴责他。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要进行这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而且又必须要速战速决。我觉得对美国对川普来讲真的是有困难。到目前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在这过完年以后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在观察不过这些1万多个将士这些人是要补假的不要忘了他过年都还在执行要给人家补假要给他补回来，而且薪水要再多加一点另外，为什么我会说一开始的时候，川普的预料跟他的政策跟他的预想是2件事？他之前他认为我用高关税，就会逼的美国的企业回流，也会逼的外国的企业转移到这个美国来进行投资。结果发现回流的不多，转移到美国去投资的也不多，但是破产的却快速增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关税政策使很多的关键的零料件进入美国的时候，全部都往上涨了。那由于人事成本涨、物价成本涨、能源成本涨，然后各方面都因为关税的关系而上涨的时候，有很多中小企业它经营不下去了，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在涨的情形下，国内的市场在萎缩，又卖不出去外国，外国的市场打不通，国内的市场在萎缩，然后成本又这么高，它营运不下去，当然就开始出现这种所谓的破产潮。这种破产潮，我相信不是川普跟他的团队当初所设想的，整个事态的发展跟他设想的完全相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萨满预言2026川普会出大事吗？我们请教林玉芳委员。会不会出大事这个上帝会比较清楚了。不过他的作风是
是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的争论啦哦。像你委内瑞拉问题，就是说美国当时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说你们欧洲人，你们在拉丁美洲予取予求，常常侵略人家、迫害人家，所以你们回去管你们欧洲的事，美洲的事情让我们美洲自己来管。但是当时并没有讲说，那你美国人就取代了欧洲人，你现在变成你是虐待者啊！其实过去的这样子这么长的时间，100年的这样的时间，美国的确是把拉丁美洲推动这个革命发动革命发动政变常常都这样子。所以你只不过是美国取代了欧洲，然后把你的整个拉丁美洲当作你的势力范围，不准别人进来，然后你自己又常常不见得这个对人家有多好。那我的感觉是这样了，就是说他现在是小心，他不希望陷在委内瑞拉战场里面，他希望这样子军事压力逐渐的增加到你这个领导人，你这个总统，你知难而退，自己下台。他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宁愿很耐心的等等看。那我们就不知道，不过委内瑞拉大概也没有能力把美军万一进攻打进委内瑞拉，你说委内瑞拉的军队说可以把美国像越南一样，像阿富汗一样把美军陷在那个泥淖里面，我也不认为了。我也不认为，所以这要看了。不过美国的物价上涨是必然的啦，因为全球化已经行之多年了，这个世界是个分工的世界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打关税战的结果，你就整个提高了，因为关税的提升，你让很多国家进来那些零件各种的东西，包括产品变得非常的贵嘛。所以这个一定会。第二个，你又在这个时候，你又把那些所谓的非法的移民，大批的赶走，或者把他们吓了不敢出来工作，那你那个最辛苦的建筑业里面最辛苦的工作，还有呢农业里面要摘葡萄啦、采番茄啦、采棉花那些工作没有人做了嘛，没有人做，那你就只好请那些美国当地人来做，那你工资不增加，他们是不会做的嘛。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一定是事先很多经济学家都已经警告，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川普就是要做他让美国变得更加伟大，不过看起来是有没有更伟大不知道，但是变得更贵倒是真的。对，人民的生活倒是更辛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冲突会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吗？请教李大中老师。我想应该不至于但是因为现在还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啦。因为如果是按照川普的基本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极限施压，然后呢我在军事上对你恫吓，采取战争边缘策略，最好就是川普的选项就是说我兵不认血，那你就退位，我可以跟你谈条件，我甚至可以保障你的一些财产啦、身家性命，因为过去美国曾经做过。但是这个马杜罗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很坚持。他们即便在11月底，如果根据外电披露，而且最后川普自己白宫证实，他们其实通过电话的，但在那通电话里面，马杜罗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他说他还是要掌握委内瑞拉的军事的这个军队这个领导的这个权利，那川普不可能会接受他所以一直拖到现在。那现在美国的打击已经从海面的目标可能已经是有到委内瑞拉境内的陆地的目标就是那些制造毒品的工厂。那这一点其实美方没有证实，那委内瑞拉政府也没有证实，因为毕竟是很丢脸但是一般来讲，不外乎是美国的军方或是美国 CIA 在川普的授令之下进行这样的状况。那历史上，根据历史的这个经验因为美国真的是出兵过的包括在雷根政府任内，还有在老布希政府任内，曾经去攻击过这个委内瑞拉跟巴拿马。但是川普想要仿效对象，应该是1994年对海地，当时美国是用军队的压力在外海，跟现在一模一样。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前总统卡特进入调停，调停成功，成功之后，海地军政府退位。美方的军队还是进去，但进去之后，只让民选政府回到海地，但是